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 DX9 新重涂的这一款黑炮。之前吧，在原色版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个人变车的过程，现在正好来逆变一下。先来看一下配件，这回的黑炮比原色版本带的配件要多很多啊。首先，肩炮和枪，这个跟原色的是差不多的。两个凿子，新加的武器有2把大砍刀。 材质的韧性很不错，刃口的部分还做了这些崩掉的一些刻画造型。这里边为什么会出一个窟窿呢？跟这个玩意儿配合起来，在人形的时候装载用的。2个肩部标志性的这个扎刺儿的轮子。来看车型的细节，密合的程度非常好，这些缝隙对都是挺准的。 合金的轮毂，橡胶的轮胎，但是这个轴滚起来是有一些紧的，所以推车不能很丝滑。透明的车窗，红色的这块透明玻璃压进去，非常的漂亮。前面雨刮器也有刻画。底盘来看一下，前方车灯的位置可以抠起来。其实整体来看吧，光滑的这个表面处理，黑黑的感觉特别的漂亮，对着光。 稍微反一下，特别的有质感。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更喜欢黑炮的配色主要原因。那好，咱们来准备开始变形。拼合的时候啊，有一些位置其实挺难抠的啊。到了逆变的时候，往开拆也需要注意一下。首先，车门侧面轮子的这一块，前轮这里下方的插扣掰松，它在里边这里和手臂上连接的一个扣子打松之后。 顺着这个倒车镜的边缘抠一下，卸松这里边的一个插扣，上方有一个燕尾锁，我们这里需要把车窗从上往下摁进去，摁进去之后就更容易把这里脱开了。好，因为这一块有一个旋转的轴嘛，顺着这个方向打松，翻到车尾来，翘起尾翼，然后后车灯这2个红的地方是2个锁扣。 哎，它在这个位置啊，倒是边缘的这2块零件，明显的感觉颜色不同啊。这2个是尼龙的零件，所以韧性会很好。稍微的往开张一张车尾，把这2块红色的凸拖出来。好，中间的这一条我们就可以分离开了。这个时候检查一下所有的扣子都卸松。 然后我们顺着这一块张开一点点，整个的往下撇。从肩膀上边的这个关节稍微的卸松一点点，然后腰部的这个弯腰关节啊，往下弯的时候注意，它脚丫子内侧这里三角区域中间是有一个凹槽的，这个凹槽插着这个胸板的边缘，把这里脱开之后，哎，整个顺着腰部就可以折下来了。 折下来以后，2条腿再打开，这时候就不会阻碍到了。顺着大腿的根部旋转个180度，接着腰部拧180度，归位过来。腿部的变形其实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啊。我们先把这一块面板2段关节张开，然后往外翻，翻到最大的幅度腾开，轮子往内收。 车窗往内收，顺着这块关节，整个全部隐藏到小腿里面去。接着把这一片立起来，脚踝这里，合金的脚尖旋转个180度，往回贴合，把这下方的扣子先让进去，这个边缘有一个打边儿，插进去，倒车镜的位置避让出来，再把前方这里的插销和桩子嵌合。 这条腿我们就搞定了。好，这边快速的变形。这一块旋转的时候捏着点根部啊，整个的装进去。往进装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橡胶的轮胎。 然后车头中间的这一条，前方这里有2个插在一起的扣子，把它掰开。下方中间还有2个扣子在内侧啊，现在看不清楚，也把它掰松。掰松了以后，就可以顺着下方的滑道拉出来。
此时卸开小臂，把它整个的掏开。这个方块的区域啊，其实是小臂的位置，把这儿得脱开，再拉。好，八字的给它张开，腾出更多的空间来。翻到底盘，顺势我们现在就可以先把胳膊打松，转出来，小臂拉长，大拇指这个时候往内旋转，立起来，一条胳膊。这里拉开，其实四肢的变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，没有几个零件。然后我们来拼合脑袋，左右这两片耳朵，它其实是分了3块零件，把脑袋做成了一个窄条，拼起来。然后黑色的零件旋转个180度，后边这里有一个桩子，用食指顶一下，把它推出来，胸口的这个方块推好，然后关节折叠放下来，后边这里的红色杆子往下拉，这里边也是一个尼龙的杆，韧性还不错。好，把它摆到差不多的位置。这时候我们开始卷，尾翼往上贴，这里边顺着这些扣子折就行了。全部的给它卷动，归拢起来。贴上去，然后再往内收纳，全部折进去之后，注意侧面这里有2个凸点，这2个凸点对应腰上的这2个洞，我们得捏着一点韧性把它夹进去。好，全部挂上。最后我们来结合前胸板，这里边是2条啊，合金的这一块往外歪一点点，把红色的这一片让出去。然后再往回折叠，根部的这块合金记得推到最里面。前方这里对齐密合的时候，这里有2个扣子进行扣合，然后这一块的方形状跟我们推起来的那一块进行拼合，这样就做到了一个缩胸的机构。哎，其实这一款在变形设计这一块做的还是有一些想法的。好，全部对上了以后，腰下边这里2合1拼起来一个扣子，插到白色的零件里面，把这里完全插进去，这一块的拼合线整理一下，调整好。最后2个肩带往回放，这里有2个窟窿啊，我们对应的是尾翼上面竖起的这2个扣子，把它挂上去，插住。完全的套上，现在就可以拿出这个带刺轮子的装饰件，然后把刀插到这个洞里面，顺着肩膀红色零件的侧面，原来插肩炮的位置，把这个圈套上去。哎，好，装上以后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了。背后的2把大砍刀有了一个收纳的空间，新造型的面雕样子来说做的还是挺有趣的啊。龇牙咧嘴，歪着一个感觉，这很凶残，这也是黑炮的一大特色。哦呀，哎，还别说，挺有味儿的。其实整体来说，这个变形结构，如果你熟悉了它的设计啊，其实变形起来并不是很复杂，只是在过程中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半熟的。这个我觉得也是在设计的时候，电脑建模上面看起来没有问题，但是玩家实际操作把玩的时候，我觉得设计师在以后的作品里边应该也是把这一些考虑进去啊。玩家在变形一款玩具的时候，这个手感体验其实是挺重要的一环。但不得不说，最终完成处理出来的人形和载具形态都挺好看的。这一次的黑豹换上了这种黑红的主色调，再加上新的配件和新的头雕，味道，元素这种神韵拿捏的还是挺到位的。而且这一款非常好的一个缩胸机构，能把这个身材体现得更加的漂亮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次的 DX9 黑豹就是这样了。